曾经问一位企业家朋友，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，第一是坚持，第二是坚持，第三还是坚持。我心里暗笑，没想到朋友最后又说了一句，第四是放弃。放弃？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怎么可以轻言放弃？该放弃的时候就要放弃。朋友说，如果你确实努力再努力了，还不成功的话，那就不是你努力不够的问题，恐怕是努力的方向以及你的才能是否匹配的问题了。这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赶快放弃，及时调整，及时掉头，寻找新的努力方向。日记本来是私人物品，自己写自己看，但我和父亲曾经在日记里，你写一页，我写一页，两个人写，两个人看，坚持了9年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父亲工作很忙，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已经睡觉了，而早上我去上学时，父亲可能还没起床，因此父女之间的交流很少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父亲把要说的话写在小纸条上留给我。纸条积累多了，我觉得保存起来不方便，于是建议父亲改用日记本交流。每天我将自己的愉快和烦恼，父亲将自己的工作情况、经验和教训都写在这本日记里。这样一来，父亲就可以及时了解我的情况，指导我的生活，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父亲。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38理论。我们每个人在一天24小时中，基本上都是8小时上班，8小时睡觉，而第3个8小时则是你的业余时间。你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就，往往取决于你的业余时间怎么度过。因为前面的2个8小时大家都差不多，只不过是工作内容和形式的差异，以及休息方式的区别，而第3个8小时则直接决定了你的过人之处。鲁迅曾经说，他是将别人喝牛奶、咖啡的时间用来绝迹。那么，你的业余时间都在干什么？有个小姑娘一直觉得自己长得不漂亮，所以总是低着头。有一天，她在商店里买了只红色的蝴蝶结，售货员小姐不停地赞美她戴上蝴蝶结很漂亮，她很高兴，不由得抬起了头。因为急于让大家看看，她出商店门的时候与人撞了一下，她都没在意。她走进教室，迎面碰上了她的老师。你抬起头来真美。老师拍拍她的肩膀说，那一天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美。她想，一定是蝴蝶结的功劳。可是等回到家照镜子的时候，才发现头上根本就没有蝴蝶结，一定是在商店门口撞到别人的时候给弄丢了。自信原本就是一种美丽，而很多人却因为太在意外表而失去很多快乐。在某个城市，有一家很大的饭店，老板准备在饭店里安装一部新的电梯，但是他很矛盾，若要施工，饭店得歇业半年。这时候，饭店的一个服务员随口说了一句话，如果是我来做，
我就把电梯安装在屋子外面。老板突然明白了该怎么做，从此世界上有了室外电梯。想成为明星吗？首届网上歌手大赛能够满足你当明星的愿望，不需要专业的录音设备，只要有电脑、麦克风，能上网，你就有可能成为魅力明星。本次大赛将在下周2开始接受报名，获得参赛资格的人可以将歌曲的录音放到网站上，我们将根据浏览量进行评比，前5名将作为明日之星，成为签约歌手。还在犹豫什么？赶快行动吧！亲爱的旅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乘坐本次列车。由于前方江苏省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天气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列车将减速运行，预计将晚点1小时。对于列车晚点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我们深表歉意。列车在济南西站停靠后，我们将为每位旅客免费发放矿泉水及零食。如果您还有其他需要，请告知乘务员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有一个人不会游泳，他向一位水手求教。水手告诉他，游泳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，很快就能学会。于是这个人跟着水手来到海边，看到辽阔的大海，水手兴奋地冲进了波涛里。可是这个不会游泳的人还是坐在沙滩上。水手冲他喊道：“快过来呀，你不是想学游泳吗？”这个人说：“你还没有教会我游泳呢，我怎么能到海里呢？这样太危险了，要是出了差错，谁负责啊？”结果这个人一直也没有学会游泳。不下水，永远也学不会游泳；不上公路，永远也学不会开车。一个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，若是一味害怕、担心，不敢尝试，终究会一事无成。小时候住在北京的胡同里，特别羡慕那些能够住进楼房的孩子，对楼房里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幻想，想象着午后可以在阳台上放把椅子，喝着茶晒太阳，也想象着能在10几层的高度看着楼下像火柴盒一样大小的汽车开来开去。现在楼房里住了10多年，却开始怀念起儿童时代住在平房里的生活，想起以前最爱的街边的小吃，想起夏天的晚上在院子里乘凉，看天上的星星，于是又开始喜欢上了胡同里的酒吧，觉得那里显得特别亲切，能让人找到许多小时候的影子，想起小时候和伙伴们快乐的生活。一天，一只小鸟在天上飞了很久，觉得口渴了，于是它就去找水喝。它在一个瓶子前面停了下来，但是瓶子里面只有半瓶水，而且瓶子的口很小，小鸟的嘴太短了，喝不到。怎么办呢？小鸟想了一个好办法，它从附近找来一些小石子，然后
把小石子一颗一颗地丢进瓶子里，瓶子里的水面越来越高，最后他终于喝到了水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有些人总是拿着放大镜看别人，这样往往会突出别人的缺点，也使得自己无法信任他人。相反，有的人则是拿着望远镜看别人，因而他们始终能够欣赏到别人美好的一面。但这并不是说放大镜就没用了，放大镜应该对准自己，而非别人。如此一来，放大镜和望远镜就都能发挥出它们最大的效用。儿子6岁了，对什么都好奇，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。一天，父亲和儿子在外面吃完饭后一起回家。路上，儿子问父亲：“爸爸，喝醉的醉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哦，儿子。”父亲回答道，“你看见前面站着2个警察吧？如果我把他们看成了4个，那么我就醉了。”“不过，爸爸，”儿子说，“那儿只有1个警察呀。”一个团队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，人不可能每个方面都出色，也不可能每个方面都差劲儿。再差的人，也总有比别人强的地方。一个领导者能否称得上是优秀的领导者，不在于他自己能做多少事情，而在于他是否能很清楚地了解每个下属的优点和缺点，在适当的时候派合适的人去做适合他们的事情。有一次，我去朋友家做客，看见朋友不满3岁的孩子拿着一把钥匙，动作笨拙地插进锁中，想打开卧室的门，可怎么也打不开。我刚想伸手帮他，却被朋友阻止了。朋友说，让他自己先犯些错误吧，琢磨一会儿总能把门打开，这样他就不会忘记这门是怎么打开的。果然，那孩子折腾了大半天，终于把门打开了，非常开心。孩子不断犯错误的过程，正是其不断改正错误、自我完善的过程。而父母需要做的，就是引导孩子自我修正错误，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，而不是代替他们去做。假如父母事事都干预，孩子就会懒于动手，疏于尝试，变得习惯于依赖父母。当你说话时，你的声音在自己听来和别人听来是不一样的。若想知道你的声音在别人听来是什么样子的，你可以把它录下来，录音机里播放的才是他们平时所熟悉的声音。人在讲话时，自己听到的声音主要是通过头部骨骼肌肉传播的，声音比较响亮，而别人听到的声音则是通过空气传播的，声音的传播介质不同，音质也会稍有改变。所以，同样是你的声音，你自己听到的和别人听到的是不一样的。估计在录音设备发明之前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差别。一所大学曾经进行过一次长达20年的调查。最初，
研究人员对参加调查的学生们提了一个问题：你们有目标吗？90%的学生回答说有。研究人员又问：如果你们有了目标，那么是否把它写下来呢？这时只有4%的学生回答说写下来了。20年后，研究人员找到当年参加调查的学生们，结果发现，那些有目标并且将目标写下来的学生，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生活水平，都远远超过了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学生。他们创造的价值超过其余96%的学生的总和。那么，那96%的学生今天在干什么呢？研究发现，这些人忙忙碌碌，一辈子都在直接或间接帮助那4%的人实现他们的理想。老刘在河边钓鱼，每钓上一条就拿尺子量一量，只要比尺子大的鱼，他都丢回河里。有人问他，别人都希望钓大鱼，为什么只有你将大鱼都丢回河里呢？老刘回答，我家的锅只有这么大，太大的鱼装不下。有的人觉得老刘很可笑，但也有人说，享受你的生活，不要与别人比较。心境的多少和当时的天气状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如果天上云层比较厚，就会遮住一些星星，我们能看到的星星就很少。如果天上的云很少，空中的水汽也比较少，我们就能看见更多星星。所以，夜晚天空中如果有许多星星，就表示当时空气比较干燥，而且第二天很可能会是晴天。